万字还曾是古代雅利安人的标志。纳粹宣扬的正是雅利安人的血统高贵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飘哥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神秘的宇宙标志符号万字。虽然在成千上万的汉字当中，无论是结构还是笔画，都找不出第二个这么特立独行的汉字，但是这个符号的确是一个有读音的汉字，与万同音。唐朝人将万从梵文翻译过来，由此成为了汉字的一份子，意为吉祥海云象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佛法普照之处都能够获得吉祥与幸运，同时也是指佛法的奥义，如同海与云，不可轻易参透。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，大家第一次见到万字的时候，几乎都是和佛教有关。在他们的神秘世界里，万是一个寓意无穷的宗教符号。佛经中有时做逆时针的万，有时做顺时针的万。逆时针方向的万和顺时针方向的万在西藏是有区别的。藏传佛教以顺时针的万为吉祥标志，将万字写在庙门、墙壁以及其他器物上，而逆时针的万则是以占卜吉凶、祈福消灾、请神驱鬼的本教，比如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崇奉的符号。如藏语称万为雍重，意为坚固、固信不变的意思。佛教中最常见的是金色的万字，出现在释迦牟尼佛像的胸前，代表着佛陀的精神向四周宇宙无限延伸，照射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其实在佛陀的手和脚上也有万字，但是没有胸前的明显，而且在庄严经中记载，佛陀的头发中也有5个万字。有部毗那耶杂事这个当中记载，佛陀的腰间也有1个万字。在佛教的长阿含经中，万是32大人相之一，位列第16项。大人指的是佛陀之相，佛陀指智慧之人，是众生中最尊最大的人，因此称之为大人。相不仅仅指的是表面的相貌，更多的是指内部的精神的外在体现。从整体上来看，佛教有3界6道。佛教认为人间有6道轮回，分别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天、人、修罗。行善积德者得天人2道，若造恶业，只能得苦报，在其他的4道中轮回，永远不得以解脱。万字也是关于这4道对世人的一种警醒。同时，佛教中有天地人3界，3界范围几乎是整个的银河系，而宇宙中的银河系数不胜数，象征着天外有天，永无穷尽。在宗教意味不强的场合也能看到万字，比如说在北京的天坛祈年殿上有3层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万字。在古印度的梵文中，万字读作 Swastika， 苏代表的是幸福美好， Astika 代表的是生命存在等等意思。那么连接起来， Swastika 就代表着对生命的赞美、幸运与幸福的意思。在印度最古老的宗教释那教当中，万字象征他们的第7位圣人，而且和手的形状相结合时，万展开的4臂还象征着轮回中的4个地方：天堂、人间、动植物和地狱。在印度的另一个宗教婆罗门宗教当中，万代表着巨大无比的光明，也表示那些有大智慧的先觉者。有些人看到万，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德国的纳粹旗，
1923年，希特勒在德国的慕尼黑带领武装组织发动了啤酒盖暴动，随后失败被捕。他在狱中写出了《我的奋斗》这本书，全面阐述自己的纳粹思想。同时呢，希特勒还亲自设计了纳粹标志，倾斜45度的万字。它其实的主要来源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德文的词，纳粹 NAZI 是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t 的缩写。那么在德文当中，国家和社会这两个词首字母都是 S， 两个 S 交错叠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纳粹的标志。当然，它背后的含义还不止于此。万字还曾是古代雅利安人的标志，纳粹宣扬的正是雅利安人的血统高贵论。整个的纳粹旗以红色为底，中间是白色的圆，倾斜的万字位于正中间。希特勒对自己的设计非常的满意，他在书中解释说，红底色代表运动的社会意义，白色则象征着民族主义的思想。所以虽然纳粹标志和宗教中的万字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其实二者没有太大的联系。唯一直接相关的是，在20世纪30年代末，希特勒曾派一支探险队前往藏传佛教所在的西藏，因为根据远古的传说，西藏人是雅利安人的分支，经过长期的迁徙才来到了青藏高原。为了证明雅利安人血统的优越性，探险队收集了400多份西藏人的人体资料，考察了当代的文化风俗，甚至还带回了一些人类头骨。但是藏传佛教的万是金色的，象征着吉祥如意，与纳粹标志的含义大相径庭。一位美国的学者也曾经提出另外一种说法，他认为希特勒从小就对权威权力格外的崇拜和热爱。在他童年居住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，院内的通道、墙壁、座位，包括院长的袖子上都有万字，万也就成了权威象征的符号。希特勒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像院长那样的无上权威，这是他日后选择了万作为纳粹标志的原因之一。虽然希特勒像佛教人一样坚持吃素餐，但是他完全没有佛教人的慈悲，这样的逆天组织注定会灭亡。1945年4月20日，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开枪自杀，纳粹旗也随之而倒下。尽管如此，极端主义与种族主义在战后依然阴魂不散，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仍然有纳粹残余的势力，他们继续将纳粹旗作为自己的标志，并且像图腾一样的崇拜。因此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立法规定，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展示纳粹的标志和旗帜。关于希特勒到底有没有死，其实一直有争议，我们后面会单开一局具体分享。在世界的范围内，万字作为符号还有另外一种象征意义。根据目前的考据发现，万第一次出现是在中亚地区，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。在今天伊朗西部的胡奇斯坦所出土的一些陶瓷碎片上，有一些模糊的硬物刻画的痕迹，尽管并不完美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整体形象是万字。巧的是，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南部地区出土的陶瓷碎片上也出现了相同的万，但它的时间更近一些，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。这两个相隔上千公里、年代相差好几千年的时空，却有着如此相似的符号，着实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万几乎出现在每一块大陆之上。在南欧地区，居住在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人日常使用的陶器、漆器，它的上面都出现了大量的万字的形状的花纹，有的连续的环绕在器皿的一周，有的单独的分布在器皿的表面，而且
相较于伊朗和俄罗斯的发现，它的清晰度和辨识度都更高，几乎与现在的万字无差异。尤其是在希腊出土的一个金盘，4个大大的万整齐又显眼地分布在金盘的4个方向上。古希腊人愿意在黄金这样贵重的金属上标示万字，可见这个符号对他们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。在北欧地区，古代维京文化中也出现了万字。维京人的部落首领经常是会互相的赠送一种金牌，这种金牌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和祝福，上面除了刻画着骑马的图案之外，还刻画着若干的万字，而且维京人的钱币、纽扣，甚至是坟墓的墓碑上都刻着万字。随着维京人往欧洲的北部迁徙，万字也开始出现在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地区。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南美洲的玛雅人、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都曾经在自己的祭祀与宗教活动中使用过万字。除了人类很晚才涉足的澳洲大陆和冰天雪地的南极洲，可以说万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身影。各地的古代文明相距遥远，交流也不频繁，却都喜欢使用同一个万字。对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，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古代人都崇拜大自然的力量。洪荒时代的原始人类无法理解和利用自然力量，面对着一些巨大而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，自然地产生了崇拜的心理，认为有一股力量在掌控着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命运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。由于耀眼的色彩与强大的威力，而且可见又遥不可及，太阳很容易成为原始人类的偶像，或者说神一般的存在。同时，古代文明一般都会用绘画和符号来记录历史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记录神。这一行为刚好可以间接支持科学家的猜想，万所表达的就是古人心中的太阳，或者说神。万向四周伸展出去的线条代表着太阳散发出去的无限光芒。其实最神奇的是大自然中的万字。如果从地球上观察银河系的侧面，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，会看到一条银色的河流。但是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如果从正面去观察，则是漩涡状的。而且呢，从银河系中向外延伸出去4条弧形的手臂，数量和形状刚好和万字相对应。而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西南角的边缘，虽然没有也延伸出4条手臂，但是9大行星以太阳为中心，向万的方向一样顺时针的旋转。同样令人惊讶的是，在微观的世界当中，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碳原子的电子云模型，除了可以看到阿尔法、欧米伽的形状之外，还能够看到万字的形状。关于万字还有一些与自然相关的解释，比如春夏秋冬4季交替，人类的生老病死的轮回。从碳原子到银河系都暗暗地对应着万字，可以说它就是物质世界的标志。看似一个简单平平无奇的万，却能够变换出许多自然的法则，贯穿我们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。这可能就是大道至简，万物归一。难怪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。如果再结合我们前面所分享过的地球就是大脑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太阳活动对人的生理节律以及行为都会产生影响。太阳崇拜其实有科学依据。那么世界各地之所以都有万字，可能并不是因为原始朴素的自然崇拜，恰恰相反，也许他们都已经掌握了万字背后的博大精深的道理，所以才喜欢用这个符号万字。
究竟我们是在进步，还是在重拾遗忘的文明？我们的科技在科学的角度是发展了，但是呢，在人性和通灵的角度却是千年未变。昔日的《道德经》，今日已无人能够读懂；昔日的尔虞我诈，今日仍然盛行。这是否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呢？也许我们都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，以为自己在向前飞，其实还在原地踏步。好的，今天呢就飘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out。